2026年5月17日，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正在举行枪手天空航展，成千上万的观众仰望天空，期待着美军最强飞行表演。这时，从惠德比岛海军航空站远道而来的2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登场，准备展示一场代表美军最高水准的空中秀。苏 UFA-18F 超级大黄蜂改造而来的重型舰载机，这2架时速接近 1.8 马赫、起飞重量近30吨的钢铁巨兽，在距离地面极低的低空以惊人的速度交错盘旋，2台通用电气 F414 发动机的轰鸣震耳欲聋。然而就在0点几秒内，后方飞机的机腹与前机的机背发生了致命接触，2架飞机没有像普通撞击那样瞬间解体，而是被低压区死死粘住，气动外形瞬间遭到破坏，它们随即陷入失速螺旋，直接砸向地面。就在坠地前 1.5 秒，座舱盖被爆破所炸飞，伴随着耀眼的火箭推进器火光，4具马丁贝克弹式座椅将4名机组人员抛向天空。价值超过2亿美元的2架咆哮者在地面化作2团巨大的火球，但4名机组人员全部生还，无人受致命重伤。事故发生后，一位航空安全专家看着回放录像向媒体指出，2架重型战机在高速碰撞后，机身内部的钛合金主梁竟然没有断裂，而是卡在一起。正是这种为承受航母弹射和拦阻索而设计的舰载机结构，给飞行员争取到了生死攸关的 1.5 秒弹射时间。那么问题来了， EA-18G 咆哮者到底是一架什么样的飞机？为什么它造价高达上亿美元，却被五角大楼视为比核动力航母本身更核心的机密？又凭什么被全球军事界公认为天空中最致命的电磁刺客？今天我们就掀开这层看不见的电磁迷雾，看看这架美军航母打击群的绝对王牌到底拥有怎样的恐怖实力。要理解咆哮者有多强，必须先弄懂美军为什么非要造这样一架飞机。在现代高烈度空战中，对攻击机群最大的威胁从来不是敌人的战斗机，而是地面上密密麻麻的防空飞弹系统。无论是俄罗斯的 S-400， 还是各种先进的有源相位阵列雷达，它们交织成了一张死亡巨网。如果不把这张网撕破，再强悍的逆踪轰炸机进去也是有去无回。这项极其危险的破门任务，在现代空战体系中被称为对敌防空压制与摧毁。在冷战末期和海湾战争中，美军干这活的是 EA-6B 徘徊者。但到了21世纪，美军发现了一个致命问题， EA-6B 虽然电子战能力强悍，但它飞得太慢，机动性太差。当 FA-18 大黄蜂机群以超音速突防时，老迈的 EA-6B 只能在后面吃灰，根本无法提供伴随式的电子掩护。于是美国海军痛下决心，直接拿当时最新锐的 FA-18F 超级大黄蜂双座重型战斗机开刀，对其进行深度改装。EA-18G 咆哮者便应运而生。但在航空工业里，想增加一种能力，就必须舍弃一些东西。咆哮者的改装堪称航空史上最极端的物理减法。为了塞进重达数吨的电子战套件，工程师们直接拆掉了 M61A2 6管火神机炮，以及机翼最外侧用来挂载响尾蛇红外格斗飞弹的挂架。用搏击手的话说，这等于直接拔掉了防身的匕首。这换来了什么？机头原本装机炮和弹药箱的位置被塞满了极其复杂的电子战微处理器，大功率液冷系统和光纤网络。原本挂飞翼的翼尖挂架上安装了2个外形如同飞弹般的圆柱体 AN-ALQ-218V2 战术接收机吊舱。这就是咆哮者的第一重底牌。那些看不见的设备让它脱胎换骨。相信有的观众朋友们会好奇，电子战是什么？是不是打开干扰机释放电磁波就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什么是电子战。电子战的第一步不是干扰，而是监听与定位。试想，你在一个漆黑的巨大体育馆里，周围藏着几十个拿着手电筒的狙击手。如果你随便打开一个强光手电，虽然能晃下对面，但也会瞬间在黑暗中暴露自己。所以你要做的是拥有极其敏锐的听觉，在敌人开灯的瞬间精准定位它。安装在翼尖的那2个 ALQ-218 战术接收机就是咆哮者灵敏的耳朵。这套系统采用了一种名为短基线干涉仪的顶级物理技术，它是一种无源探测系统，自己绝对不发射任何信号，像幽灵一样划过天空。敌方的防空雷达哪怕只开机扫描了0点几秒， ALQ-218 就能在瞬间捕捉到这丝电磁波。通过左右2翼接收器捕捉信号的微小时间差，计算机在毫秒级别解算出这部雷达的精确坐标、工作频率、脉冲重复周期。系统直接调取机载威胁数据库进行比对。
后座电子战官的荧幕上会立刻弹出战场态势图，10点钟方向250公里外是一部俄制 S300 PMU2 防空系统的搜索雷达，它正在向我们扫射电磁波。在完全摸清敌人底细后，咆哮者就可以进行反制。挂在机腹和机翼下的庞然大物 AN-ALQ-99 战术干扰吊舱就要发威了，它的前端带有4个冲压空气涡轮。为什么需要这个累赘？因为 ALQ-99 发射干扰功率的耗电量大到连战机自带的2台发动机都发电量不够，只能靠飞行时的高速气流吹动小螺旋桨，利用独立发电机来供电。当 ALQ-99 全功率开机时，它能释放出令人胆寒的定向电磁噪声。一位曾遭遇美军电子战机模拟攻击的雷达操作员惊恐地回忆道，本来雷达荧幕上一片正常，突然之间监视器上一片雪花，伴随刺耳噪音，那感觉就像有人顺着网线往荧幕上狠狠撒了一把热沙。无论怎么切换备用频率，干扰如影随形。我们花数亿美元购买的防空系统瞬间从高科技武器变成了一堆废铁。如果 EA-18G 只会干扰，它还配不上第一刺客的名号。它真正的恐怖之处在于，在让敌人变成瞎子的同时，还能顺手把敌人送上西天。电子干扰被称为软杀伤，而咆哮者机翼下挂载的 AGM-88 反辐射飞弹则是绝对致命的硬杀伤。反辐射飞弹的原理极其简单粗暴，它的导引头本质上就是一个高速飞行的无线电接收机。敌人的防空雷达开机发射电磁波，飞弹就顺着这道无线电波一路砸向雷达天线。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防空部队针对这一战术发明了著名的关机反制手段。当雷达兵发现荧幕上有飞弹袭来，立刻切断雷达电源。早期的 AGM-88 一旦失去信号源，就会在半空中变成无头苍蝇。但今天咆哮者搭载的最新 AGM-88G AA-2GM-12 彻底宣判了这种关机战术的死刑。根据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数据， AA-2GM-12 进行了全面物理升级，它去掉了老款飞弹的巨大弹翼，换装全新低阻力弹体和更大直径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射程据估算已超过300公里，可在 S-400 的绝对射程之外放冷箭。导引头集成了被动雷达、GPS、惯性导航和毫米波主动雷达，是一个完美的结合体。实战中，这种组合基本上就是绝杀。敌军雷达一开机就会被锁定，飞弹顺着波形飞去，敌军雷达兵看着满目花屏，惊恐关机并试图逃跑，但飞弹内置的计算机瞬间记录了雷达关机前的最后 GPS 坐标，继续依靠惯导向该坐标全速飞行。在距离地面最后几公里，飞弹头部的主动毫米波雷达开机接管，通过 AI 算法与数据库进行外形比对，找到你了，哪怕你没开机，哪怕你盖了伪装网，底盘轮廓暴露了你是一辆雷达车。几十公斤高爆战斗部轰然起爆，连人带车彻底抹去。这就是咆哮者的第二重身份，不给敌人留任何退路的雷达克星。而咆哮者最强的实战表现是发生在2009年的一场美军内部军演中，一架 EA-18G 利用强大的电磁定向压制，成功制盲了一架 F-22 猛禽逆踪战机的雷达，并在近距离将其模拟击落。事后，这架咆哮者的机身上特意画了一个 F-22 的击杀标志，这足以证明，在电子战面前，哪怕是全世界最顶尖的逆踪战机，一旦失去眼睛，也只能沦为任人宰割的猎物。当然，美军从来不会因为这点成就而固步自封。为面对未来不断更新的反逆踪雷达网络，美国海军祭出了终极软杀伤王牌 AN-ALQ-249 下一代干扰器。如果说以前的吊舱是大喇叭无差别大吼，那么 ALQ-249 就是一把极度精准的电磁手术刀。它采用顶尖的氮化镓有源相位阵列技术，能够把庞大的电磁能量瞬间聚焦到极窄的方向和特定频率上，在几百公里外精准的只瘫痪某一部敌方雷达。更恐怖的是认知电子战与数字射频存储技术。ALQ-249 可以像海绵一样吸收敌方雷达的脉冲信号，对其进行复制、修改多普勒频移，然后再反射回去。反馈在敌方雷达荧幕上的画面令人绝望，明明只有2架咆哮者，荧幕却突然模拟出几十架不存在的幽灵战机。这就是咆哮者的第三重身份，操纵战场感官的魔法师。为了让大家直观感受它的恐怖，看看真实战场推演中的表现。2026年1月3日，代号绝对决心的行动打响，超过150架美军战机参与摧毁某国防空体系的空中突击，包括 F-22、F-35、B-1B、E-2D 以及绝对的核心 EA-18G 咆哮者。
在前期部署的几个月里，咆哮者贴近领空，利用 ALQ218 被动感测器系统收集了 S300VM 和 BUK-M2 雷达的电磁特征数据，建立了极其详尽的电磁指纹库。攻击时刻到来，咆哮者是必须第一个入场的破门者。第一步，全息侦听，在超远距离利用被动系统精确锁定敌方雷达辐射源，自身完全不暴露。第二步，认知压制， ALQ249 利用情报向敌方雷达释放定制的强电磁干扰，敌方防空网络的雷达荧幕瞬间一片雪花。第三步，物理靶点，如果敌方拒不投降， AGM-88G 反辐射飞弹将从几百公里外将其连根拔起。当敌方防空网被彻底撕开缺口，那些挂满弹药的 F-35C、FA-18 超级大黄蜂以及满载几十吨炸弹的 B-1B 轰炸机才会鱼贯而入，对核心指挥所、弹药库实施毁灭性打击。整个行动一气呵成，美军几乎零伤亡。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海军的航母战斗群在进行任何高烈度空中打击时，都绝对离不开 EA-18G 咆哮者的伴随护航。它或许没有 F-22 的超音速巡航，没有 F-35 的科幻外形，飞得甚至不如3代机快，但它有一项无人能及的本事，通过无可阻挡的电磁战压制，把所有依赖高科技的敌人拉低到跟瞎子一样的水平，再用飞弹消灭他们。最后，我们不妨再将镜头拉远，将目光看向远处的俄罗斯。俄军有可以抗衡 EA-18G 的电子战飞机吗？坦率地说，即便在信息化作战普及的今天，俄罗斯空天军手中仍然没有一款能与咆哮者真正对标，能够执行高强度伴随式电磁压制的专用平台。俄军最常被提及的电子战改型是苏 34M， 但它本质上仍是侧重火力打击的炸弹卡车，并非像 EA-18G 这样为空中电磁压制而生的专业选手。更关键的是，俄系装备长期面对一个致命痛点：电子战系统集成度低，算法迭代慢，数字化程度不足。他们目前仍在大量使用的西北内电子战系统，在遭遇具备强大认知电子战能力和 AESA 雷达的西方战机时，常陷入反向被锁定的窘境。说到底，俄军缺少的不是平台本身，更是支撑起咆哮者那整套覆盖太空、空中、地面的情报与电磁频谱作战体系。当俄罗斯连苏57的停机坪都守不住时，想要在电磁空间对美军形成有效威慑，恐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 EA-18G 就站在那条路的终点，它以电磁为矛，以信息为盾，牢牢把守着现代空战的第一道关口。这场关于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机的分析就到这里。最后有几个问题想和各位在评论区讨论。第一，面临无人机蜂群时，咆哮者的重要性是否会大幅上升？第二，在未来战争中，电子信息战压制是否比制空权更具决定性？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别忘了按赞、订阅、转发，我们下期再见。